我叫季简，穿越到了平行世界。这个世界，国运擂台降临，世界各国召唤历史阴魂附身战斗，胜者国运增加，风调雨顺；败者国运减少，天灾不断，直到沦为奴隶。世界格局变了样，形成了以樱花国为主的斩龙联盟，不列颠为主的骑士联盟，以拜占庭为主的荣光联盟，以及最后的九州。九州拥有5000年浩瀚历史，应该傲视群雄。可这个世界历史乱杂，我们能召唤出的全是一些湮灭在尘埃里的无名之辈。台上这个只是锦衣卫里最底层的小奇观，这是我们唯一的高手了。就这种废物也配叫朝廷鹰选？你们九州就只配养出这种货色？九州战斗失败，排名下降，国运剥夺1成，斩龙联盟国运增加，气运共享。九州连战连败，已经站在了亡国的悬崖边上，人心惶惶，不是绝望。不是说这次挖出来的是个隐藏高手吗？怎么又他妈输了？研究院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？9000年历史，我看是5000年的笑话。干脆点儿，把你们的土地交出来，给能打的人种田吧。九州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高天原800万神明赐予我等的，什么狗屁历史？他们只配跪下来，做我们最下等的奴隶。这是我们九州最后一次出战机会了，再输，我们就要被樱花国彻底吞并。14亿人要给那弹丸之地当牛做马。斩龙联盟选择连战，请九州在24小时内挑选下一位出战选手。看到了吗？德川家康阁下连大气都没喘一下。你们九州就是用来给我们炼刀的士刀物。该死！偌大一个九州，就挑不出一个能砍了这个矮子的英魂吗？从一个破武士标签里赌出这种战国道，斩龙联盟走了什么狗屎路？而我们只能看出些泥腿子。都给我闭嘴！抱怨有用吗？把你们手里九州资料所有碎片都给我拼起来，给我找出一个能斩了德川家康的人，找出来！罗老，我们现在研究出的人物最厉害的，也只是一个200年前农民起义的小头目，怎么可能战胜这个德川家康啊？难道真的没人能救九州了吗？我的祖国，我的孩子们！不用24小时，我代表九州出战。九州出战选手确定，1个小时后将开启国运对决，请双方选手做好准备。他是谁？他怎么敢擅自代表九州？还他妈通过了天道审核！完了，这家伙是不是别的联盟派来的间谍，专门来送我们最后一步的？他想让我们死！让人去向天道反馈，这个人不是我们的选手。有，九州是真的没人了，还是人都死光了？呵呵，派个乳臭未干的娃娃上来，怎么是嫌跪得不够快，想直接躺下？一个给丰臣秀吉当狗，给织田信长当跟班，最后靠着活的久才捡了个便宜的老乌龟，也敢在我面前狂吠。小子，你竟然敢侮辱樱花国最伟大的武士！你想死的更快一点！死？丰臣秀吉当年要是听到你这话，怕是得从坟里笑活过来。哦，对了，他坟头草应该有你高了吧？至于你们那位天皇，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他是怎么跪着接我九州册封诏书的。牙尖嘴利，很好，很好。等我活劈了你，会把你舌头割下来，看看是不是比别人硬。罗老，查到了，他叫季简，刚高考完，履历干净的像张白纸。天道驳回了我们的申诉，说出战自愿，不得更改。该死，这究竟是哪来的愣头青？他不知道他这一脚是把14亿人都踹进樱花国的奴隶营吗？对决准备，九州选手请挑选附身英魂。帝王大明战神，文臣头选医生；帝王完颜九妹，起军太平妖道。我操！战神，大明战神，这标签一听就是狠人，天不亡我九州啊！标签好看有什么用？刚刚那鹰犬不也是朝廷的人？德川家康阁下是我樱花国神祖，照样一刀斩。帝王，大明战神，
我们赢了！只要他选这个，德川家康算个屁！我们有救了！天可怜见，看来九州气数未尽。这孩子虽然莽撞，但运气……我选。等等，他在干什么？拦住他！拦住那个疯子！太平妖道！他疯了，真的疯了！太平道，那是千年前一场失败的农民起义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！九州要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了吗？我们要成亡国奴了！查，给我查！太平妖道到底是谁？找到了，太平道首领叫张角，一个装神弄鬼的江湖郎中，带着一帮泥腿子造反，最后全军覆没，病死的。张角，装神弄鬼的江湖郎中。季节，你这个九州千古罪人，你这是要拉着整个九州给你陪葬啊！九州选手挑选完毕，国运对决正式开始。怎么变成个快入土的老乞丐？是想碰瓷，还是想用你那破拐杖给我挠痒痒？九州人，还不快跪下求饶！我是怎么来的？你们说是普罗米修斯盗的，但在我们的历史中，是燧人氏靠双手磨出来的。灭世洪水降临，你们祈求上帝原谅，然后躲在诺亚方舟里苟且偷生。但我们会在禹王的带领下开山泄洪。你们说太阳神至高无上，我们偏要将太阳射下。精卫填海，愚公移山，花复逐日，我们的血脉里流淌着不屈的意志。我们跪天跪地跪父母。你一个野蛮人，哪来的勇气让我跪下？贫道张角，请诸位赴死！找死，受死吧，九州的废物！他竟然挡下了德川家康的攻击，难道这个老道士真有什么说法不成？放屁！德川家康阁下这是在羞辱这个该死的九州人。有点意思，但嬉闹到此为止了。鉴于你刚刚的出言不逊，我决定给你一个难忘的记忆。德川家的战士们，归来吧！战士们，给我上！杀了这个混蛋！杀！这么大的军团，这个人能应付过来吗？再怎么说，他也只有一个人啊。既然他能挡住那个德川家康，我们也只能继续相信他了。你人多，那你可是找错人了。那是豆子。看来你们的选手真的疯了，竟然想用一把豆子来阻挡德川家康阁下的武士军团。我们的选手这么做一定有深意的，说不定这些豆子能变成士兵呢。看来你已经没有别的招式了，那就乖乖受死吧！武士们，继续冲锋！所有开始了！斗落成兵，浮出阵势，凡逆黄天者，皆为齑粉，撒豆成兵术。我就随口一说，你真把豆子变士兵了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个九州人在作弊！
众将士，随我冲锋！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！杀！有办法，季同学真的有办法拯救我九州，苍天保佑啊！真的翻转了，赢得了！好，以后季同学就是我九州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。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辅助季同学取得擂台战的胜利。是。八嘎！我承认之前是我小看你了，但永远别想让伟大的武士臣服。不臣服，面对丰臣秀吉，你可不是这样的。况且，我也不需要你的臣服，我要的是血债血偿。九州擂台战胜利，国运增加1成，斩龙联盟国运减少。赢了！我九州竟然赢了！我们果然也是有历史的。呸！侥幸赢了一个废武士，嚣张什么？看着吧，我樱花联盟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刚刚还是你们的战神，这会儿就成废物了，果然是蛮夷，没有礼义廉耻的东西。九州选手，请选择下一场对手，并确认是否继续让该阴魂附身。无名丰臣秀吉奉无主之命向九州发起挑战。九州人准备好受死了吗？挑战我，轮得到你来挑战我吗？怎么，九州人，你这是害怕了吗？看来是没开智，天道让我挑选对手，没听懂。九州人，你不会怕了吧？要是怕了，你就投降，老老实实给我樱花国当奴隶吧。怕？我确实，我怕我今天放过了你，以后无颜面对列祖列宗。天道，我要选择新的阴魂附身。欺我九州无人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历史。既然你找死，别怪我了。丰臣秀吉阁下万岁！弄死这个该死的九州人！七姐，你可一定要赢啊！我不想当亡国奴。这个丰臣秀吉的资料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您看，这就是这个丰臣秀吉的资料，战国五雄之一，樱花国著名的大名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好，快将资料同步给我们的英雄季同学，启动同学法阵。季同学，根据我们的资料，这个丰臣秀吉是樱花国的一个大名，号称战国五雄之一。还有，谢谢你拯救了九州联盟。虽然我知道他是谁，但还是谢谢你了。既然如此，就给樱花国一个难忘的教训吧。帝王留学生，帝王乞丐和尚，武将大明战神，武将风狼居胥。我那个大明团建啊！朱祁镇、朱元璋、李景龙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朱祁镇都来2次了吧？下次总不能换成将门天子再来1次吧？朱元璋倒是可以，
看这李景龙，大明战神一代目保送朱棣上皇位，还是算了吧。至于这位风狼居胥少年战神霍去病，他的战场没有后方，只有前方和更前方。小辈儿，现在都没有选出来，你不会是怕了吧？请九州选手尽快选择。说了要给你们个教训，就要给你们个教训。我选他，我要让这些蛮夷知道何为神明。我选他，我要让这些蛮夷知道何为神明。风狼居胥，哪来的野名号？听都没听过。管你谁附身，今天都得死在我这把刀下。九州人，是你一个黄口小儿，哪来这种威势？恭迎霍将军。匈奴人当年也这么狂。他们说，以腾格里之名，要我大汉俯首称臣。然后呢？他们的王庭被我踏平了，还欲跪在我军阵军前求饶。一群连匈奴都不如的蛮夷，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，也配让九州俯首？说吧，想怎么玩？是灭主还是绝嗣？说实话，我挺期待的。马踏富士山，血洗高天，那场面一定很壮观。格力，这不是北方游牧民族对长生天的叫法吗？那岂不是说，连他们祖上最强的匈奴都被这个小将按在地上摩擦？等等，比起这个，我更担心的是，这小将看着也就17、18岁吧，嘴上没毛，办事不逃。他说的那些，该不会是他自己吹的吧？闭嘴！现在只能相信他，我们没有退路了。说的好听，可你才多大？20岁、30岁，毛都没长齐，就敢大言不惭？你们九州人就只会吹牛吗？丰臣秀吉阁下，天下无双，这小子就是来送人头的。什么风狼之息，听都没听过，肯定是九州人编出来吓人的。就是，九州人只会偷我们的东西，吹得再响，上了擂台就是废物。没错，杀了这小子！风狼居胥，这封号听的是挺火的，才20岁，能有什么战绩？不会真的只是嘴上厉害吧？我不想当亡国奴啊！姐姐，你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啊！小子，报上你的名字，我刀下不杀无名之辈，先留个名，算是给你的恩赐。吾乃大汉冠军侯。漠北狼居秀山，是我封禅祭天之地；祁连山的千里瀚海，是我饮马踏浪之疆。后世武将穷尽一生的至高荣耀，不过是我21岁随手写下的战绩，连上天都嫉妒我，恨不得将我收回。无名，霍去病。无名，霍去病，不过是你们九州人的臆想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物？人不能形容自己没见过的东西。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
我就让你们长长见识。这是天在发怒，他不想霍将军更进一步。那九州的那些传说，不会也全部是真的吧？不对，这些都是幻觉，都是假的。赴藤兄弟阁下一定要赢啊！原来九州有这么多猛人吗？那他们怎么会输到这个地步的？24岁那年，吴要灭绝匈奴，但最后败在了你的手上。但今日，就算你要夺我性命，我也要先斩此撩，护我九州。九州人想要杀我，做梦！无耻鬼兵，出来吧，护我周全！我认输了。天道，这是何意？战斗结束，九州选手获得胜利，九州国运增加1城，樱花联盟国运剥夺1城。算你狗命大！天度的反噬越来越重了，下次估计得换人了。不过没事，这些人的底细我都清楚。赢了，又赢了！我们九州还没亡，我们还没亡啊！霍去病、关君侯他一个人把我们九州从悬崖边上拽回来了。今日擂台挑战赛结束，结算今日 MVP 九州，奖励九州国民身体素质全面提升，风调雨顺 buff 持续3个月。这国运奖励真他妈爽！以后每一场我都要赢。还好我九州家底厚，能打的人排着队呢。赢！九州人，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手下败将也有脸开口。不错，我输了，但你不会以为我今天来就只是为了跟你打一架吧？什么意思？今天的挑战已经结束了。斩龙联盟樱花国行使连胜特权，向九州国发起挑战，战斗将在1小时后开启。无知的九州人，你们根本不懂连胜特权意味着什么。有什么招尽管来，我九州最不缺的就是杀我寇的人。你很强，强的超乎我的想象，但你以为我会蠢到再跟你打一次吗？我们的目的从来不是打赢你一个人，是让九州亡国。樱花国行使连胜特权，九州选手纪检，禁止出战。无耻！除了你，九州还有谁能打？一个都没有。一群泥腿子小奇观也配跟我斗？九州，来战！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拿出什么货色。陆老，完了，没有纪检，我们拿什么打呀？上去就是送菜。这下真要亡国了！好，翻遍所有资料，哪怕是传说野史，都给我翻出来！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们刚刚才看到希望，怎么突然就卑鄙无耻？打不过就耍阴招，你们樱花国还要不要脸？这就叫计谋！你们这群蠢货，一辈子都学不会！你们九州人只配跪着当我们的奴隶，世世代代都是奴隶。怎么接受不了现实，要哭了？放心，等你九州亡了，我会赏你一口饭吃的。毕竟你还有点用处。疯了，接受不了现实，疯了！我没疯，我只是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有人看不下去了。你们这群跳梁小丑，蹦跶的太欢，有人想出来收拾你们。
收拾我？那你倒是叫他出来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九州还有什么货色。一个泥腿子，一个短命鬼，还能翻出什么浪来？那个人是你们祖宗跪着伺候的主人，你们樱花国这3个字都是他老人家随手赏的。出来吧，汉光武帝刘秀！这是什么？怎么会出现这么恐怖的异象？这异象好像在盯着我看，他好像对我们的作为十分愤怒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是我们的图腾，是我们的信仰。有转机了！有转机了！太好了！季同学真的还有办法，我们九州还没有输！快找资料，把这个帝王的尸体找出来。看能不能发掘出更多的英魂！看来赛后得让你给我们上一堂历史课了，不能总依靠你吧？不可能！我们分明已经限制你出场了，你怎么还能召唤英魂？召唤？我可没有召唤，你看我都没有附身。那这位是你们樱花最严厉父亲要主动出来教训我。八嘎！我倒要看看谁敢这么口出狂言！建武中元2年，有一群野人自海上漂泊而来，求朕赐予名字。朕一时心软，就将倭字赐予了你的祖先。没想到这家奴有一天竟敢弑主了！这倭奴是他，会吓死我！施主，九州人，你以为你们赢定了吗？别忘了，这可是国运擂台，一个没人召唤的英魂怎么会出现在擂台上？所以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九州违规了。天道，我要举报九州违反了擂台规定，请求天道核查。这就是天道吗？好强的压迫！九州人，这下天道已经出来了，我看你们还怎么办？不老实认输来当我们大樱花的奴隶，还想反抗？怎么可能？这天道正经吗？怎么看着从克苏鲁里来的一样？你说你，这还没过年呢，给我行这么个大礼干什么？天道注释，你竟然一点不受影响。不过这样的话，接下来我看你怎么狡辩。天道在上，这个九州人不仅违反规定，还胆敢对您不敬，请天道对九州降下惩罚，让他们万劫不复。对，就是这样！天道快查，直接剥夺九州所有国运，让他们玩国！陆老，这算不算违规啊？刘秀大人是自己出来的，我们会不会真的被降罪？我也不知道，擂台降临以来，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。但过去出现新的东西，也只是警告而已，我们不会有事儿的。核查开始，九州英魂刘秀，非选手附身召唤，非天道指定出战序列，判定
九州违规。怎么会直接惩罚？去申诉！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。判定成功，现在宣布违规惩罚，剥夺九州国运 buff， 剥夺国运3层。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看到希望了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？我早就说过了，你们九州人就只配当我们大樱花国的奴隶。剥夺我九州的国运，问过我们了吗？九州人，你这是失心疯了吧？这可是天道！不可能！阴魂怎么会有这种伟力？五州阴魂干涉惩罚，现判处惩罚加倍，剥夺九州全部国运，阴魂刘秀抹杀，选手即减废除出战资格。天道！那樱花国以卑劣手段锁我出战资格的时候，你视而不见；方才秀吉恶意构陷，你偏信偏听。国运擂台本意应当是公平竞争，但你这天道却一心想亡我九州。看来你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。既然如此，后世子孙祭简，恭请世祖光武皇帝出手。陨石？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陨石？是你们在搞鬼！既然九州不在，那这个世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这是我九州的阴魂，我九州阴魂竟然这么厉害，我看你们还敢说要亡我九州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九州怎么会有这般人物？都是幻觉！这九州怕不是真的要回到世界之巅了。哇！我们这一关又过了，连天道我们都不怕。天道，王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若还要针对我九州，那就别怪我这陨石真的砸下来了。我九州可以继续参加国运擂台，但绝不可再出现天道不公、针对我九州的情况。阴魂刘秀借九州气运引天地之力，实力超出擂台阴魂常规界限，无法判定胜负，撤销对九州的惩罚，擂台规则重新校准。即日起，阴魂可因气运凝聚自醒，无需选手主动召唤。赢了！光武皇帝太强了，就算是天道也不得不低头。那当然了，光武皇帝可是传说中的气运之子。您没事吧？无碍，和天道对抗，总得付出点什么代价吧？回去后沉睡1000年就行了。陛下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所有的帝王都像你这么强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也就是运气好，承载了一部分九州气运才能做到。那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除了我，也就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几人还承载着气运吧。那其他文明也有人承载了文明气运吗？或许吧，但绝对没有我九州厉害。毕竟，唯有我九州传承到了现在。好了，多的话就先不说了，先解决这个该死的倭寇吧。解决我？你刚刚的皮赛，我可是都看在眼里。虽然不知道你到底是谁，但能承载气运，想必也不简单吧？不知道解决了你，天道会给我樱花多少功德？怎么可能？光武皇帝可是能压制天道的人，竟然真的被这个丰臣秀吉给吞了！这说明我们的丰臣秀吉阁下更加强大，你们始终要成为我们的奴隶。罗老，难道光武皇帝他
刚刚真的已经脱力了吗？难道我们这把又要输了吗？不要着急，你们看季同学，他的样子像是我们要输了吗？不愧是这个民族的人，得势就猖狂。不过，光武皇帝可没这么好对付。这是灵台28将，这可是光武皇帝成事的根基啊！要是能召唤出来就好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刚刚分明是已经力竭的样子。我确实是力竭了，但打你还是足够的。让我死个明白，你到底是谁？哼，听好了，无名刘秀，大汉靖族，汉光武帝，吞阳一战，朕以万余兵力破王莽40万大军，借陨石之力荡平逆贼，定我大汉江山。朕也曾赐尔等祖先国名，念尔等蛮夷无知，留尔等一条生路。料尔等不知感恩，反咬一口，妄图侵我九州，灭我文明。今日便以这项上人头，告诉尔等一个道理：迎犯九州者，虽远必诛。虽远必诛，虽远必诛！给我找！我要翻遍所有典籍，找出这些迷人的老祖宗的身影。我一定要让九州再次站立在世界之巅。杀了我，也有人会为我复仇的。怕？我是怕脏了世祖皇帝的手。复仇？那我就继续杀，杀到你们不敢再侵犯我九州为止。我樱花国的人还轮不到你九州的野狗来杀。谁竟敢插手国运战斗？天道呢？天道为什么没有反应？刚刚接到天道消息，天道为了检验国运规则，沉睡了。这天道分明是在针对我九州！哪来的老鼠？藏头露尾的，不敢出来面对我吗？无奈我看所天的可恶，第六天魔王。是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阁下，我们有救了！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听说织田信长可是他那个时代的霸主，比德川健康和丰臣秀吉加起来都狠。织田信长，之前就是他帮樱花国取得了连胜。快查这个织田信长，他的标签是战国霸主、第六天魔王，实力绝对不弱。光武陛下刚刚和天道对阵，耗损了元气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应付。你老狗，救我！快杀了这个九州的疯子！九州人，我劝你们还是识相一点，老实放了他吧。朕要杀的人，就算是天道也拦不住。别说你只是那蛮夷之地的一个什么大名，你敢？吾可是大樱花国的第六天魔王。尔等若敢动他分毫，我必率100万铁骑踏平你九州海岸，让你们的土地寸草不生，子民世代为奴。第六天魔王，织田信长阁下威武！这下好了，被架起来了。我看这个什么刘秀还敢不敢动手？第六天魔王还以为自己是什么狠角色，不过是个在本能寺被自己家臣逼得自焚，连全尸都没留下的倒霉虫罢了。活着的时候没有统一樱花，死了还敢来这儿吹牛逼，一个连自己命都保不住的人，也配放狠话？你
朕的子孙岂容尔等完颜欺辱？又来一位，这又是哪位帝王？怎么又来一个？光武陛下，您已力战多时，接下来交给朕吧。朕乃大唐皇帝天可汗。该死的倭奴，准备好受死了吗？不管你是谁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第6天魔王的真正实力。魔王赤背铁骑，随我归来吧，踏碎眼前的九州蝼蚁！是信长公的亲卫铁骑，当年横扫樱花的无敌之师，这下九州人死定了！这么多精锐骑兵，就算是之前的黄金优势和大汉铁骑，也不过是这个规模。我看这李世民怎么当？就是这个军团，之前带领樱花国获得了连胜，我们可以战胜这个军团吗？九州的皇帝，现在跪下求饶还来得及！哈哈哈哈哈！不然我的铁骑会把你的后世子孙以7年成肉捏。比人多，比铁骑。朕平定天下、扫平群雄的时候，你的祖先还在海里摸鱼。小子，趁天道不在，给你开个小小的后门。一下召唤这么多，陛下，这卦也太大了吧？这就是光武皇帝说的天命之子的威力吗？凌烟阁功臣，随朕破敌！凌烟阁24功臣，臣房玄龄在此。陛下，俺老臣也来了。臣秦求在此。臣李靖在此。凌烟阁功臣，这就是这位大唐皇帝的部下吗？我们赢定了！这绝对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召唤出这么多顶级武将？装神弄鬼！给我冲！踏碎他们！上！杀！看来这第6天魔王也不过如此。这可是信长公的无敌之师啊！就这么败了吗？龙广联盟有定了！祭奠李世民。好，等这一战结束后，我要亲自为他请功。他就是我九州的英雄。九州崛起了！该死的九州野狗，竟然以多欺少！我还没输，我还没输！只要杀了你，我就还是胜利者。无奈第6天魔王，九州野狗，给我受死！对，就是这样。只要第6天魔王发起冲锋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好弱的魔王！就这点本事，也敢叫嚣踏平我九州？不过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那就要付出代价。安倍晋，救我！
九州人今日之辱，赤田长城记下了。这国运擂台，我樱花国与你们九州不死不休！不！安倍阴阳师，安倍晴敏吗？不过，你倒是提醒了我了。天道，我知道你在，出来见我！九州选手获得胜利，九州国运增加，斩龙联盟国运减少。不是这事儿，我代表九州向斩龙联盟发起挑战，规则：不死不休。斩龙联盟可敢应战？该死的九州人，你们怎么敢这么侮辱我们大樱花帝国？家伙！我呸！你们樱花算什么东西？光武大帝已经给你们定性了，就是一群鼠骨妄纵的野蛮人，也敢在这里叫嚣宣战，让这群野狗亡国灭种！他们连成为我们奴隶的资格都没有！这群九州人是疯了吗？他们就不怕自己输了吗？罗老，你看见了，季同学向斩龙联盟宣战了，我九州终于可以报仇了。对呀，之前还以为我们就要亡国了呢，没想到现在我们又支棱起来了。好，既然纪检同学已经宣战了，那我们也不要拖后腿，去全力搜集斩龙联盟的资料，支援纪同学。是。就是不知道有一天，能不能问问你为何要针对我九州了？九州选手纪检代表九州发起不死不休挑战，斩龙联盟是否应战？我代表斩龙联盟应战。挑战成立，不死不休擂台战将于24小时后开启，战败方将被剥夺全部国运，亡国灭种。九州英雄，是我们的九州英雄回来了！英雄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英雄，你能当我男朋友吗？我去，还有川剧！够了！研究院内闹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季同学啊，多亏有你拯救了九州，不然我们就要成为历史上的罪人了。经九州最高委决定，授予纪检民族英雄的称号。特殊时间，仪式有点简陋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罗老，这是我的荣耀。好孩子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们希望你能传授一些历史事实，不然以后九州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吧？应该的，毕竟我也想要休息的。好了，现在正事儿已经做完了，我能请民族英雄给我签个名吗？我那小孙女儿都缠我好久了。罗老老，你这是在插队，这不公平！什么插队？老夫现在就是排第一的。樱花，斩龙联盟想玩是吧？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，让你们好好看看什么叫九州的底蕴。阿干，连续3场惨败，德川家康和丰臣秀吉被斩杀，连信长公都被一招重创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樱花国真的要亡国了！那个叫纪检的九州人简直就是魔鬼，他知道那么多我们都查不到的历史因果。张角、霍去病、刘秀，还有那云台28将，每一个都强得离谱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战胜他。对啊，连信长公都不是对手，我们还有谁能打得过？阿干！是，我叫你们是来想办法的，不是来抱怨的。难道我们要等着被剥夺国运、亡国灭种吗？慌什么？不过是让对面赢了3场而已。新成军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有办法了？对，我与那纪检一战，
已经知道了九州的弱点。信长君，快讲。不过，想要获得胜利，大家得付出一些代价。信长君，你这个主意很不错，虽然要付出一些代价，但只要能吞并九州，你就是最大的功臣。待战胜九州后，我要将那个羞辱我的人扒皮抽筋，狠狠折磨。国运擂台，斩龙联盟对战九州生死战正式开始。国运擂台，斩龙联盟对战九州生死战正式开始。九州人做好死的准备了吗？手下败将还敢猖狂？今天就是你樱花王国灭种的日子！双方选手入场，宣读擂台规则：5v5团体战，双方各出战5名英魂，直至一方全员阵亡即为战败，战败方剥夺全部国运，亡国灭种。怎么可能？天道竟然会修改对战规则，还是从未出现过的团体战。九州除了季简，还能拿出其他人吗？我看你们怎么办！就算这个季简赢了一次也没用了，看来九州这下是逃不过亡国了。该死！这天道现在连演都不打算演了吗？这就是你们准备的杀招？哼！明天不死不休的规则不变，但是把单挑改成5v5团体战，好主意！九州只有季简一个人能召唤厉害的英魂，我就不信他能一天找出人出战。可是，天道为什么要帮我们？之前天道能限制季简出战，现在就能帮我们改规则。只要我们愿意付出樱花国的国运，天道在上，愿以我扶桑3成国运为祭，换取规则修改，还请天道应允。献祭3成国运，换取规则修改，契约成立。哼，季简、九州，这一次我看你们还怎么赢！我要把你们全部踩在脚下，让你们世世代代都做我们樱花国的奴隶。吾乃甲黑之虎，武田信玄，风林风海之下，九州蝼蚁皆为齑粉。吾乃月后之龙，军神上元千尘。今日便让尔等知晓何为真正的用兵之道。虎眼龙伊达正宗，若现在跪地投降，本大爷还能留你个全尸！齐国第一智将毛利元就，你们九州的所有后路都已被我算尽，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大樱花的无双五杰。你九州除了你能召唤几个歪瓜裂枣，还能找出4个能打的。5个人，据说全是樱花战国最顶尖的大名，我们真的能找到对应的银魂啊！我就说九州蹦跶不了几天，5v5，他们连人都凑不齐。提前庆祝斩龙联盟胜利，等九州灭了，我们就分了他们的土地。谁敢说我九州无人？这次我们可不会让你一个人战斗了。看来你们九州是真的没人了，竟然派你这个老头子出战。我老了，打不动了，但我们九州永远不缺早晨8、9点钟的太阳。九州参战选手：程博、张悦、顾白、袁清、季简，愿为九州而战。九州选手确立，准备挑选附身英魂。武将龙城飞将卫青，武将面聂将军狄青，武将金国女将秦良玉，武将两倔冥王李定国。装模作样又能开出什么东西？难不成还能比我们战国武侠更强？求求了，一定要是厉害的银魂，九州不能输。这标签，这些人到底是谁？吾乃大汉大司马大将军卫青，
破匈奴7战7捷，仪龙亭信手拈来。尔等井底之蛙也敢妄谈用兵，吾乃大宋枢密副使狄青，西夏破胆，昆仑扬威，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，吾探囊取物。尔等鼠辈也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！吾乃大明忠贞侯秦良玉，一杆白杆扫天下，护九州山河。尔等小人也敢在我面前摆弄阵法！吾乃大明晋王李定国，两郡明王，百战守大明。尔等弹丸蛮夷也敢染指我九州！这些阴魂的气势太强了，都能赶上之前的张角和霍去病了。等结束战斗了，我一定要向我们的英雄好好学习一下。下次国运战斗，我也要战斗。畜生樱花，耍小花招有什么用？我们照样碾压！我就知道，我们九州绝不会输，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宗。这股气势，光看着就让人热血沸腾。杀！把这群倭寇全杀了！信长君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应该是他们在装神弄鬼，他们不可能召唤出这么厉害的人物。对，他们要是这么厉害，之前怎么会被我们打成那个样子？是不是在装神弄鬼？让我试一下不就知道了。比赛还没有开始，着什么急？我呸！你们不会是怕了吧？你们都已经附身。不对，我们只有4个人，还有1个没有附身完成。或许是承受不住压力，是失败了。之前擂台战也有过这种情况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吾乃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，这次我不会再让你跑了。这气势，这帝王的威压，上次太宗皇帝走得太快了，竟然没看出来气势这么强。天可汗，这是打服了多少人才有的尊号啊！九州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阴魂！信长君，你们可一定要赢啊，不然我们就只能当亡国奴了。鼠辈喜欢偷袭，现在我们的人到齐了，准备好受死了吗？你找死！本大爷待会儿一个就宰了你！不过是气势强了一点，也敢号称天可汗。在场的各位，谁不是一方霸主？我可还是第6天魔王。登基23年，4夷宾服万国来朝，被尊为天可汗。你们这些弹丸小国的大名，也配在朕面前称魔？上次让你跑了，今天以你们5人的项上人头，让我天可汗之名再次响彻九州。双方英魂选定完毕，5v5生死团战正式开始，直至一方全员阵亡，战斗结束。风林生火，袭击如风，气势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。林少神天降世，九州蝼蚁，受死吧！第6天魔王，炼狱焦土，九州野狗，都给我化成灰烬吧！怎么样了？几位选手挡住了这波攻击了吗？烟尘太大，看不清啊！赢了，我们赢定了！这一击下去，他们绝对粉身碎骨！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樱花战国5杰的实力！九州完蛋了，这个世界迟早是我们的！攻击这么密集，我们的选手真的能挡住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们必须相信九州的英魂，他们一定可以的。
你们就这点实力，挡住了，真的挡住了！我九州的阴魂是无敌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九州的阴魂竟然这么强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我就不信奈何不了你们！不可能，我的风灵风黑怎么可能被劈开？这个才叫骑兵，蛮夷们看懂了吗？风月！你是他们领头的，只要杀了你，我们就还没输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的炼狱焦土怎么会对你一点用都没有？就这点火焰，在朕当年火烧突厥王营的时候，连取暖都不够。陛下说他火烧过突厥王庭，天可汗果然不是吹的，真的是打出来的。完了，我大樱花国这次不会真的要亡国灭种了吧？你们的表演结束了，现在该我们了！我乃假借之虎，风林山海，给我挡住他！骑兵都说了没用。九州阵营比邻域，斩杀斩龙联盟5点信玄。不带军神上身前进，我不可能输！劈向门天，全力一击！你别过来，我可是西国第一智将，我还有后手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给你们当牛做马！别过来！我可是第6天魔王，都是你们逼我的！献祭樱花国运，我要成神！我相信了樱花国全部国运，现在的我已经和魔王为一体，就算是天道都拦不住我！你们都给我去死吧！他疯了吗？竟然献祭了整个国家的国运，这力量已经超出了阴魂的极限了。九州就算再厉害，也挡不住这种毁天灭地的力量。你们退下，他交给朕。蝼蚁，吾乃魔王，竟敢冒犯吾！魔王？就你？朕连突厥的竭力可汗都抓来跳舞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朕一生征战无数，扫平群雄，被四方尊为天可汗，贞观之治，万国来朝。你这点魔气，在朕面前不过是萤火之光。此剑斩过窦建德，破过王世充，降过竭力可汗。你不是喜欢献祭吗？那朕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帝王之力。樱花败了，又收集到了一国的国运，九州，等我们来收拾你吧。
不如竭力。信长君怎么消失了？这是什么新的战术吗？别做梦了，这是你们樱花国输了。按照擂台规则，你们樱花国马上就要亡国了。八嘎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们大樱花国是不可战胜的。天道，任你再多算计，我一力破之。哈哈哈，我九州从不害怕任何挑战。今日国运擂台战结束，获胜方九州。九州国运增加，樱花王国。我们怎么会亡国？应该是你们九州成为我们的奴隶才对。还在做梦。不过，这九州人这么厉害，我们还有赢的机会吗？季姐，季姐，季姐！樱花国刚刚沉没，就有人敢来挑衅我们，谁胆子这么大？九州崛起是他们绝对不想看到的，现在他们估计已经在商量对策了吧？都说说吧，我们怎么办？如果就这么看着，下一个亡国的不是我们荣光，就是你们骑士。废物！5个大名献祭整个国家的国运，竟然连一个纪检都拦不住！这群废物直接把九州围成了世界第一！这个纪检总能找出各种九州英魂，再不想办法遏制，我们都要沦为九州的奴隶。看来是往日的荣光遮掩了你们的眼睛，一群人连个主意都拿不出来。难道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，等着九州一步步蚕食？我们坐以待毙？当然不必。各位，我有一个办法，能让九州的优势荡然无存。白鹰联盟的人，你们不是已经亡国了吗？怎么出现在这里？亡国，那不过是给外人看的假象。至于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，当然是帮各位对付九州。别忘了，九州崛起对我们白鹰联盟，对各位都没有半点好处。白鹰的使者，这份资料是真的吗？哼，当然是真的，就看你们敢不敢了。好，我们干了。天道那边，我们用3成国运换这次规则限定，就算赌上整个联盟，也要把九州拉下沙。荣光联盟全力配合，这一次定要让九州万劫不复。大人，他们真的能赢吗？谁知道呢？但我们白鹰联盟永远不会输。纪检，九州，等着吧，真正的狩猎才刚刚开始。国运擂台对战开始，第1场骑士联盟对战九州。
哈哈哈哈哈！九州人这么久才出来，难道是怕了？怕？我倒是怕你们步了樱花国的后尘，到时候国家沉到海里，都找不到哭的地方。你，石将军，哼！真你尖牙利齿，今天也得死在这里！我以亚瑟王后裔的名义，献祭骑士联盟3层国运，不要九州人改变规则。准，说出你要改变的规则。国运战场降临以来，九州出战的所有英魂的身份，没有一个文道英魂。而我们有但丁，有达芬奇，有莎士比亚，有米开朗基罗，这些都是响彻西方的文道巨混。所以我要求此战双方只能召唤文学艺术领域的英魂，禁止任何武将英魂出战。九州人，你敢接吗？挑战，让九州知道我们的厉害！九州人，我们可不像樱花那么弱小，你们准备好受死了吗？放狗屁！你们2个联盟加起来都不够霍去病将军一刀砍的。他限制文道出战，你呢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5. 以凯撒后裔的名义献祭骑士联盟3层国运，更改规则，限制美方召唤人数3人。荣光联盟与骑士联盟达成血契，共同出战九州。对，就是这样，玩死九州！这不公平。天道应该不会同意这种离谱的要求吧？契约达成，规则更改成功。骑士荣光车轮对战九州，怎么办啊，罗老？这天道分明就是在偏袒骑士联盟和荣光联盟啊！对啊，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放在了武将研究上，根本没有文道方面的资料啊！天道确实在针对我们，但我们在这儿抱怨也没用。接通季同学，看他什么想法。季同学，这2个联盟已经联合起来了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需不需要我们也献祭国运，更改规则？不用。说我九州无文道，那就让我来给他们一个惊喜。怎么，知道你们九州文道不行，不敢接了？刚刚不是还很嚣张吗？你要是现在带着九州投降，我们还能留你们一条活路，不然以后九州人一个不留。你若不修文，见我九州如井底蛙见天上月；你若修文，见我九州如一粒浮游见青天。这个挑战，我九州接了。这个挑战，我九州接了。九州接受骑士联盟、如光联盟联合挑战。规则限定，此战仅可召唤文学、艺术、书画、诗词领域文道英魂，禁止武将英魂出战。对战即刻开启。九州人，你果然狂妄。不过等会儿输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就让你们九州人好好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文道巅峰。
出来吧，文艺复兴的诗人但丁。吾乃但丁阿列齐耶夫，地狱、炼狱、天堂，皆在吾笔端之下。但丁是但丁，神曲的创作者，西方最伟大的诗人。这下九州输定了，开局就出王炸，我看九州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对抗。既然你都出手了，那我也不能落后啊！出来吧，全能的天才、画家、发明家、科学家达芬奇！吾乃列奥纳多·达芬奇，世间万物皆可入画，皆可造物。全能天才达芬奇，这可是文艺复兴最巅峰的人物，九州拿什么比？我倒要看看九州能召唤出什么阿猫阿狗。哼，还不动手，这是召唤不出来了。呵呵，我还以为你们九州真的有什么文道底蕴，原来都是吹出来的。九州人，交出你们的国运，我可以允许你们保留一点。现在跪下投降吧！一个书写地狱的诗人，一个全才画家、发明家，我们真的能赢吗？季英雄，他真的能找到应战的文道阴魂吗？季姐，全靠你了，一定要找到阴魂啊！九州不能断在我们手里。一个写地狱诗的，一个画图纸的，就敢称文道巅峰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诗中仙，笔中神，天道选择阴魂。该死，这个九州人的运气怎么老是这么好？这些形容一看就不简单。慈帝、才子、神童，只要别选那个酒鬼就行。太好了，看样子这把罪不济，我们也能战平了。罗老，你觉得季英雄会选哪个？我觉得那个帝王卡牌就不错。天道真的会这么好心给这么多强势的阴魂，还是说另有陷阱？李煜、谢剑、王勃，全是自带 debuff 的人物。天道，你现在的针对是演都不演了是吗？还好，应该是规则限制，还给我留了一个王炸。我选他。大唐的酒鬼也是文道的诗仙李白。文道诗仙，不知道是哪儿来的野狗，竟然如此狂妄！呵呵，看来九州人一如既往的喜欢吹牛啊。但丁，这把就交给你了，给九州人一个教训。先生，他这是在干什么？这酒鬼有什么用？哪来的酒香？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好酒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好酒啊！诗仙，这就是诗仙，我就知道我们九州也一定有文道大家。季英雄啊，我以后再也不质疑你了，你就是九州的神。好啊，我就知道季同学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袖口遗土就是半个盛唐，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李白吧？我还以为是古人写的小说呢。你是什么人？区区两句诗，怎么可能破了我的地狱幻境？区区地狱幻境，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？吾乃大唐李白，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。你写地狱，写天堂，这不过是借神佛之言。而我李白，天地神佛皆入我诗中，皆随我心意。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狂妄的东方人，不管你是谁，胆敢亵渎神圣的地狱篇章，我要让你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
通过我进入无尽痛苦之城，通过我进入永世凄苦之深空，通过我进入万劫不复之人群。地狱之门为你敞开，坠入地狱吧，狂妄的九州人！在无尽的折磨中忏悔你的傲慢。赢定了，这就是但丁先生的真正实力。神躯幻境能直接撕裂人的灵魂，就算他失血的再好，也挡不住这来自地狱的伟力。让这个九州小子彻底湮灭在地狱里，让九州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文明之主。地狱幻境，太白先生真的能挡住吗？别慌，太白先生这么厉害，一定可以赢的。九州人能死在我的地狱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太白先生的声音，这不可能！地狱幻境不过如此，区区几道破石门也想困住我？你写的这牢石子地狱，在我眼里不过是长安城外的一洼烂泥坑罢了。找死！飞流直下3000尺，一世银河落九天。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。地狱之门就这么破了？但丁先生是没出全力吗？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地狱幻境怎么会这么容易被攻破？进前！好，天道，你看到了吗？就算你再怎么针对我们都没用，一剑就让这个但丁重伤了。不愧是我们的诗仙李太白。毁我神躯幻境，辱我地狱篇章，我要你死！我要你坠入最深的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！以神曲作者之名，以地狱篇章为引，献祭无知文魂，降临吧，地狱之主陆书法！地狱之主降临了，九州人死定了！但丁先生献祭了全部文魂，这一击就算是神也挡不住，这个李白必死无疑。这是西方的地狱魔神，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文道对决的范畴了。太白先生还能赢吗？路西法，撕碎这个九州人！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，手持绿玉杖，朝别黄鹤楼。五岳寻仙不辞远，一生好入名山游。我没看错吧？地狱之主路西法居然陷入了劣势。不对，一定是路西法没有用尽全力，一定是这样。季简，可以赢就好。九州不会断绝在我们手上，这就是我们的九州英雄，总是能创造奇迹。我看以后谁还敢惹我们？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连地狱魔神都奈何不了你！一个小小的魔神，也敢在我九州大地放肆，还想让我低头？今天就让你们有来无回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！为什么神躯路西法这些东西为什么在你面前都不堪一击？你的诗困于神佛，困于地狱，格局不过方寸之间；而我的诗藏着山河万里，胜着日月星辰，装着整个盛唐。你我之间，云泥之别。闭嘴！冥顽不灵，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
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九州阵营李白斩杀荣光联盟定丁。但天先生就这么败了？神躯，地狱之门，露苏法，竟然挡不住一个东方诗人的几句诗。诗仙，这就是我们九州的诗仙，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。赢了，我们又赢了！九州万岁，纪英雄万岁！看见了吗？你们的神曲，你们的但丁，在李白面前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是。痛快，太痛快了！看他们还敢不敢小瞧我九州文道！好啊！季简是我们九州的福星，是列祖列圣派来救我们的。太白先生，多谢了。九州，你竟敢当着我的面杀了但丁！又如何？你要替他报仇吗？报仇！但丁是个只会写诗的废物，死了也就死了，我跟他没什么交情。但他现在是我骑士联盟的盟友，你当着全世界的面杀了他，我的脸面往哪儿搁？我是列奥纳多·达芬奇，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天才，整个西方的骄傲。九州人，你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我曾经研究过飞行的奥秘，我设计了人类最早的飞行器。我设计过装甲战车，可以碾碎任何敌人。我设计过巨弩，射程能覆盖整个战场。我设计过抛石机，能将巨石抛到天际。世间万物皆可入化，皆可造物。达芬奇先生杀了这割据九州人，为但丁报仇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达芬奇，这才是真正的全能天才。区区一个诗人算什么？达芬奇先生的发明创造足以碾压一切。九州人，跪下吧！这么多发明，这个达芬奇看着比但丁难对付多了。季英雄他还能赢吗？快查这个达芬奇到底什么来头，找找有没有能克制他的硬魂。罗老，根据他们的资料，这个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，涉及领域包括绘画、雕塑、建筑、音乐、数学、工程、发明、解剖学、地质线，这简直是个全才。季简，你还能继续创造奇迹吗？做设计的都快吃不上饭了，你在这嚣张什么呢？天道，选择英魂。不过，既然比划，那我就找出一个真正的大家给你看看。我选他，张择端。卖炊饼喽！新鲜出炉的炊饼，糖葫芦，又甜又大的糖葫芦。让一让，借过借过，罗马要进城了。一个画师，九州人，你是黔驴技穷了吗？找了半天就找了个画街景的，你这种东西不配与我较量，给我撕！碾碎他，达芬奇先生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绝望。一个画街景的也敢出来丢人，九州果然没人了。我这一生只画了一幅画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么多发明，竟然被一副街景挡住了！挡住了，真的挡住了！我就知道，季英雄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。这是什么？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我花了10年时间，画下了本京的繁华，画下了九州的烟火人间。战斗才刚刚开始。这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吗？它不是一幅画吗？
怎么活了？荞麦声、烟火气，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吗？金英雄部队张择端先生把这个城市画活了。这才是我们九州的文道啊！不是神佛，不是地狱，是活生生的人间烟火气呀！这幅画里，我好像看到了几千人，但他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！不过是一幅描绘市井的画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我的发明创造足以改变世界，你一个画街景的画师，凭什么挡我？你画的是冰冷的机器，而我的画藏着九州的魂，藏着千年的人间烟火。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。无知的贱民，怎么敢来教训伟大的达芬奇？接下来会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艺术。出来吧，蒙娜丽莎！我好像看到了我死去的母亲，她在对我笑。这微笑为什么让这么难受？我好想哭。这画有问题，它能影响人的心智。不要看他的眼睛。我好像看到了我小时候的生活。醒过来！蒙娜丽莎的微笑，藏着人性的全部秘密。你们的灵魂都将在这微笑中迷失，永远。九州画家，你的烟火人间挡得住人性的深渊吗？微笑，秘密。哼，真正的画不需要藏秘密，真正的画是坦坦荡荡的，是光明正大的。点睛郊野，春光正好，骆驼商队满载而归。卖茶翁该招呼客人了，卖饼玉尽情吆喝叫卖吧。九州人都给我抬起头来，看清楚，这才是你们的家。我看到了我家，我爹在田里干活，我娘在灶台前做饭，那才是真的。感谢张先生，把我们的魂找回来了。不可能，蒙娜丽莎是我花了好几年创作的巅峰，是人性的极致，怎么会输给一幅街景画？因为我的画里有几千个人，几千种表情，几千种人生，艺术就活在这人间百态中。现在你认输吗？该死，怎么可能？一个东方人在艺术上怎么可能压制我？我是列奥纳多·达芬奇，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天才，没有人能让我认输。我还有最后一幅画，这幅画是我一生的巅峰，足以让你们九州人永远跪在我的脚下。出来吧，最后的晚餐。这画儿没有这么简单吧？有什么作用你都使出来吧。九州人，你竟然能认识到这一点，很不错。这是人性中最深刻的时刻，背叛与忠诚，神圣与罪恶，全在这顿晚餐中。我的画描绘的是人类灵魂的终极抉择。我感觉有人在背叛我，我感觉我身边的人都在骗我，我的心好痛。为什么所有人都在针对我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没有，你别胡说！你刚才是不是在骗我？都给我醒过来，不要被画影响了。这幅画，它在撕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这是最恶毒的武器。九州人，你的烟火人间挡得住人性的终极拷问吗？
达芬奇，你以为这就算赢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该死的九州人，你的话都快撑不住了，还在嘴硬，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赢。别急，我不会输。我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画的是人间烟火，是太平盛世，你画的是背叛，是猜忌，是人性中最阴暗的角落。你的画确实厉害，能把人拖进深渊，但达芬奇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深渊再深，也盖不进人间。你画了一辈子，没想过抬头看看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广。九州人，少在那装腔作势，你的画已经撑不住了，认输吧。撑不住，就算只用这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我也有10种方法破了你的最后的晚餐。狂妄！既然你这么相信他，那我就毁了这幅画。别急，我今天不打算用《清明上河图》赢你，毕竟用它赢了，你还是不服，觉得九州文道不过如此，只是侥幸赢了你一次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要让你看看，我九州还有一位画师，18岁画下的千里江山。我要让你知道，你达芬奇引以为傲的艺术，在真正的天才面前，连提鞋都不配。狂妄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九州还有谁能比得上我？装神弄鬼！既然你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季同学，小心啊！一幅破画，还能当我几次？政和3年，一个18岁的少年走进了汴京的画院，没人认识他是谁。你在说什么？他只用了半年时间，画了一幅画。那幅画长3丈，高1尺5，画中有群山起伏，有江河万里，有渔村野市，有水榭亭台。这是什么？画完这幅画之后，那个少年就消失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没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。王希蒙，你的画沉寂了1000年，今天有西方画师用人性的深渊压我九州，我张择端，请你出山。1000年了，还有人记得我。张择端见过王希孟小友，1000年之后九州有难，请小友借画一用。就是这幅画，画的是背叛和猜忌。对，迷茫的人，醒来吧，看看这大好河山。这是九州的山河。我刚刚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刚刚好像又被控制了心神。这个该死的蛮子，会的怎么都是这些阴损手段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我看着这些山，心里没那么难受了？这些山，这些水，
这真的是画吗？现在你的幻境已经被破了，你还有什么手段吗？不过是一个18岁的毛头小子，也敢坏我的好事！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连你一起毁掉！最后的晚餐，开启吧，天堂之门！什么玩意儿，这么刺眼？神明降临，这就是神明降临！达芬奇阁下万岁！恭迎天父降临！这声音好难受，好像有人在审判我。我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审判我？这是信仰的力量，我们没有对应的信仰体系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天堂，神圣的审判！你们九州人没有信仰，没有神明，凭什么抵挡来自天堂的力量？你的清明上河图，你的烟火人间，在天堂面前不过是蝼蚁。我的清明上河图确实挡不住，但我可不是一个人呐。人间烟火确实挡不住天堂的审判，但是谁说九州没有天堂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天堂为什么没有摧毁你的画？因为你的天堂是审判人的罪，而我的千里江山是欢迎人的魂。你说九州人没有信仰？错了，我们信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，我们信仰的是脚下的这片山河，是头顶的这片天空，是千年来一代代人守护的土地。这就是我们的天堂，不是死后才能去的地方，是我们活着就能看到的、触摸到的、热爱的千里江山。不可能！我的天堂，我的审判，怎么会被一幅画变成一座桥？九州人，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？怎么可能？我信了一辈子的天堂，为什么天堂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达芬奇阁下，杀了他！杀了这个九州人，他毁了我们的天堂！不对，这不是我的天堂，我的天堂是神圣的，是高贵的。我要重画我的天堂。达芬奇，你总说天堂应该高高在上，审判众生，但今天王希龄用他的千里江山告诉你，天堂不在天上，天堂就在这片山河里。我输了。原来天堂不在远方，在人间的山水里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笑容里。告诉那个少年，他的画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天堂。谢谢你，让我的画在1000年后还能被人看到。应该是我谢谢你，你的画让天堂都低下了头。我们又赢了！
张泽瞻、王希蒙，九州文道，万古流芳，让那些西方人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艺术，什么才叫真正的天堂。达芬奇、但丁都败了，我们还能赢吗？连天堂召唤出来都输了，九州的文道到底有多神？3轮比赛，还有最后1轮，你们该选作战选手了。我们还有谁能出战吗？但丁和达芬奇已经是我们的最强文道阴魂了，连他们都败了。文道的不行，那就继续来武的嘛。你是谁？一个看客。不过看来你们已经没人敢应战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骑士联盟的事轮不到你来管。别激动啊，我可是来替你们收拾残局的。这是骑士联盟与荣光联盟在献祭国玉时签署的血契，其中最后一条，若两联盟无力再战，白鹰联盟有权代为出战，继承其挑战资格。白鹰联盟？白鹰联盟不是早就亡国了吗？你们的国土都沉到海底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该死！原来你们一直在装死，躲在背后算计所有人。白鹰联盟用王国做掩护，背后到底在谋划什么？给我查！血气真实有效，白鹰联盟获得代为出战资格。天道，白鹰联盟已经亡国了，他们凭什么代表出战？最后一轮对决即刻开启。我们被利用了，卑鄙！你们白鹰联盟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所有人。血气有效，白鹰联盟具备出战资格。果然，天道出了问题。不过，只要我一直赢下去，你们又能奈我何？大不先翻了这天道。去吧，让九州人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征服者。是，大人。不是只能出战3个吗？这超标了吧？符合规定。以血气之名召唤阴魂，拿破仑·波拿帕、亚历山大。法兰西的荣光由我来守护，九州人跪下！我来，我见，我征服，连波斯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一个小小的九州还不求饶！拿破仑、亚历山大，2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，他们竟然能召唤出这个！可是他们刚刚才算计完我们啊！管那么远干什么？眼下的关键是弄死这个九州，大不了以后我们就加入白鹰。对啊，那就杀了这个九州人，为但丁和法罗连报仇。2个征服者，金英雄还能赢吗？相信金英雄，他从来没输过。拿破仑，法兰西皇帝，欧洲霸主；亚历山大，马其顿国王，世界4大名将之首。这2个都是顶级英魂，而且都是征服型的，攻击力极强。快把信息传递给季同学。一个败给冬天的矮子，一个30岁就病死的疯子，也敢自称赵虎者？你说什么？找死！1对2就1对2，天道选择阴魂。都是一个人，还是个顶级英魂。天道，这算了，先解决眼前的战斗。出来吧，岳飞！出来吧，岳飞！阴魂选择完成，战斗开始。
九州人，给我去死吧！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什么岳家军，不过如此，在我法兰西的火炮面前都是纸糊的。八旗顿方阵碾压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征服。不对，有人在使绊子。季英雄受伤了，看到了吗？征服者联手，九州人根本不是对手。多亏九州之前输过好多次，让我得到了这个东西，不然还真没法削弱这个阴魂。岳飞，一个被自己皇帝杀死的将军，也配和拿破仑、亚历山大比，可笑！九州人，投降吧！你的阴魂不行了。精忠报国，报的什么国？一个把你杀掉的国？什么精忠报国？不过是愚忠罢了！哈哈哈！不如你来投靠我们吧，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。你们说精忠报国是愚忠？靖康耻，有为血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那是我们的历史吗？岳飞将军背负着整个国家的耻辱，打了一辈子仗，就是为了洗刷这个耻辱吗？驾长车，踏破汉狼山缺，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进攻！给我进攻！不可能！这是什么力量？他们不怕死吗？这军队怎么会？你们永远不会懂，因为你们征服是为了自己，而我们是为了身后的父老乡亲，为了脚下的这片土地。这就是精忠报国！北魏军冲锋！北魏军冲锋！九州人，放过我！我是法兰西的皇帝，我愿意接受流放。我征服了世界，却征服不了一个将军。岳飞将军，精忠报国，精忠报国！这就是我们九州的将军，什么拿破仑，什么亚历山大，在岳将军面前都是跳梁小丑。我们这是又输了吗？连2个征服者都战胜不了这个九州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不对，这个九州人一定是作弊了！天道，我要求重赛！九州阵营岳飞斩杀骑士联盟、荣光联盟选手，第3轮九州胜利。骑士联盟、荣光联盟根据擂台规则剥夺全部国运，亡国。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们怎么会亡国？都是那个九州人，是他毁了我们的文明。你的手下败了，还有什么招？尽管使出来。精彩，真的精彩！季简，你比我想象的强得多。在下怀特，白鹰联盟前议长。白鹰联盟已经亡国了，哪来的什么前议长？亡国？都说了，那只是给外人看的假象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果然，天道被人动了手脚。你们对天道做了什么？国运擂台降临之初，我白鹰联盟得到了一件至宝——天道碎片。
靠着它，我们控制了一部分天道的权柄。每一次国运战斗，败者被剥夺的国运，我白鹰联盟都能吸收一部分。樱花国、骑士联盟、荣光联盟的国运，现在也全部归我们白鹰联盟所有。如今，我们白鹰联盟已经吸收了3个大联盟的国运，天道碎片的能量已经大成，我们可以彻底控制天道。权柄转移，白鹰联盟获得天道完整控制权。他说的是真的，天道真的被他们控制了，那我们还怎么打？卑鄙！白鹰联盟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所有人。九州有句古话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们九州就是那只螳螂，就不怕我掀翻了这天道吗？掀翻天道，你们做不到。如今我白鹰联盟成为世界的主宰，只差一步，击败九州，吸收你们5000年的国运。你做梦！只要有我在，九州就不会输。简单，那你不在了不就行了吗？纪检，怀特，你们找死！怎么，准备杀了我？不，杀了你太便宜你了。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九州是怎么一步走向灭亡的。这块天道碎片还有一个能力，开启历史之影。被放逐其中的人会穿越到历史长河中，然后永远迷失在时间的缝隙里。纪检，你不是自诩了解九州历史吗？那就让你永远困在历史里吧。去吧，怀特！九州，你们的英雄已经不在了，现在准备迎接你们的末日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对了，天道，抽卡就别给九州抽什么好东西了。怎么办？再输下去，我们也要亡国了！该死的白鹰，竟然让天道封锁我们的阴魂！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季同学一样，得到刘秀前辈的认可？白鹰大人，我们愿献上最后的国运，只求收留。我们无家可归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放心，等我吞了九州，到时候分你们一块骨头。对了，九州不是还在期待他们的祭英雄吗？那就让他们感受下什么叫绝望。是季英雄，他还活着，他在那里，他还在。活着又怎样？历史之影是无尽的迷宫，它会在里面永远的迷失，直到老死。你们看吧，他会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历史里乱转，永远找不到出口。看啊，那个九州英雄，现在像个可怜虫一样在历史里打转。这就是你们九州的下场，你们的英雄只会在历史虚影里化作一团枯骨。季简，
你也有今天。你毁了我们樱花国，现在老天爷来收你了。闭嘴！季英雄一定会回来的。你们这些亡国奴有什么资格嘲笑他？你们的文明已经沉到海底了。季姐，你一定要回来，九州不能没有你。怀特，你以为历史是困住我的牢笼？你错了，历史是我的根，我会顺着历史的脉络，直到再次出现在你的面前。听到了吗？季英雄说他会回来，我们等你，季英雄。回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在历史里撑多久。这是哪里？后世子孙拜见阳明先生。这个九州人去找一个老头求救，九州的历史里都是这种无名之辈吗？看来这个姓季的确实没办法了，已经开始出昏招了。放屁！那是我们的老祖宗，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他的气势比那些什么当丁达芬丘强10000倍。这个人，他会跟出口有关系吗？你的身上有九州的未来，起来吧。你从很远的地方来，你的身上有很重的担子。先生，我被奸人放逐于历史之影中，我需要找到出口，回到九州。九州需要我。历史之影的出口在源头，你要走过所有的圣人，从最后一个到第一个。多谢先生指路。既然如此，晚辈就不打扰先生了。哼，你可知这一路稍不留神就会迷失在这幻境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晚辈必须去。既如此，就带着我的思想前进吧。无心即理，心外无物。你所见的历史，皆在你心中。记住，知行合一。多谢先生教诲，后世子孙铭记在心。找到了，季英雄找到回归的方法了。我们九州的先贤在帮季英雄。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，竟然是传说中的圣人。不会，真的又给这个纪检通关了吧？不就是知道了通关的方式，那又如何？没听那个老头说会死在幻境中吗？这又是何处？大学之道，在于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竟然是这位！见过诸子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明白一切。那位传你知行合一，那我就传你格物致知。万物皆有理，穷理而治之，治之而诚意，诚意而正心，正心而修身，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这是为学之序，也是成人之道。记住，理在万物中。去寻找下一位吧。该死！历史之影应该是无序的，他怎么每次都能找到正确的路？这不可能！天道，你有什么办法阻止他吗？去，杀了他！绝不能让他再通关下一关。是，主人。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重新回到九州。天道要做什么？
怀特！九州人，我看你这次怎么办！放肆！谁在出手？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行业，吾乃孔丘。我管你是谁，你不是天道吗？快杀了他！那个声音，力量不在天道之下。学生多谢老师出手速助。孩子，你从很远的地方来，你的身上有前人的道，也有九州的未来。不要怕，继续走。请先生传道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人之本。我传你，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是做人的根本，也是治国的根本，更是天地的根本。我著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；我述《论语》，万事学子养。记住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仁与义、礼与乐不可废，这是九州的根。去吧。还有一位在等你，他是第一位，也是最后一位了。见到他，替我问好。不可能！历史之眼里怎么会有这种人物？都是假的，都是幻觉，这是你们九州人编出来的。这是函谷关，那这最后的圣人，应该就是老子了吧？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后辈子孙见过道祖。你来了，走过了所有的圣人，从最后一个到了我这儿。我从你身上，我看到了他们教给你的东西：知行合一，格物致知，仁。他们都传了你人间之道。今日我传你一天道，请道祖赐教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你走过了5000年的历史，你看到了九州的兴衰，你继承了先贤们的心血，现在你就是道。我明白了，道不在天上，道在历史里，在人心里，在每一个九州子孙的血脉里。5000年的传承就是道。既然你明白了，那就跟我来吧。前方的函谷关就是出口。就差我了，前方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。我成神了。该死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我的剧本！天道，给我杀了这个人！被控制的感觉很难受吧？我这就帮你解惑。谢谢你，九州人。怎么会这样？天道，给我杀了他！季同学，不对，敢问冕下神明？你们还是叫我季简吧，或者叫我历史之神。见过历史之神。我要走了，上天，然后履行我的神职。等我上天后，历史断层会被修复，九州不，整个世界的历史都会恢复。这个世界的历史如此精彩，怎么能被遗忘？对了，告诉后来人，九州我们守住了。